大家好，谢谢你的收看。最近呢，天气不但炎热，而且呢，经常会有停电的发生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像我一样，希望停电的时候呢，仍然可以维持冷气的运转。那今天呢，就要为各位介绍如何呢，在家中安装备用电源，让停电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维持家中电器的运转。甚至于呢，可以让冷气运转5个小时。要在停电的时候呢，仍然维持家中电器的运转。那想当然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颗备用电池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采用的备用电池呢，就是锂铁电池。那我使用的锂铁电池呢，是24伏特210安培小时的一个锂铁电池。那这边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些疑问，为什么不采用更常见的12伏特电池，而是采用24伏特的电池？那这就属于基本电学的范畴。当相同的功率下，电压越高，电流呢就会越小。那电流呢是主要产生热能的来源，所以如果我们采用24伏特的锂铁电池呢，相对于12伏特的锂铁电池来说，产生的电流呢就会小1倍。那采用的电线呢，粗细就可以小1倍，电线也更不容易发热。那为什么要采用锂铁电池呢？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颗锂铁电池呢，跟这个饮料罐的大小比例。有些人呢是采用深循环电池，也就是铅酸电池。那相同的容量下呢，这个体积呢会比这个电池呢大4倍，重量呢也是锂铁电池的4倍。那这颗电池呢是40公斤，那各位可以计算一下，如果用深循环电池的话，重量会是多少？那介绍完电池呢，就要来介绍逆变器。逆变器呢，就是把电池的电力呢转换为交流电的一个装置。那各位可以在画面上看到，我有上下2颗逆变器，上面呢是110伏特，下面呢是220伏特的逆变器。那为什么要采用2颗逆变器呢？因为单一个逆变器呢，没有办法像台电一样提供单向3线式的电源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分别独立供应110伏特跟220伏特的电源。重点来了，那这样子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把逆变器的电源接到我们的配电箱呢？其中的重点呢，就是你必须要把110伏特跟220伏特的电源完全隔离开来。冷气呢都是采用220伏特的电源，所以220伏特逆变器的电源呢，我就接在冷气断路器的下方。所以呢，当我把冷气断路器关闭的时候呢，就能跟110伏特逆变器的电源呢完全隔离开来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110伏特的电源怎么接。那这里呢，你会看到有2个黄色记号的电源线，分别接在有红线跟黑线的电源端口。因为一般家庭呢都是单向3线式的电源，所以110伏特的电源会有2组，并且平均分配到家庭的用电中。所以110伏特的逆变器呢，你要做2个电源出来呢，分别供应2组不同的电源。再来呢，别忘了还有中性线一定要接上。通常配电箱呢会有一块铜条，上面呢就是接中性线。那这里呢就要把110伏特逆变器的中性线呢搭接在这里。到这里呢，整个配电箱的作业就算完成了。那逆变器呢跟配电箱中间的连接呢，就采用安德森接头。那左边呢是220伏特的接头，右边2个呢是110伏特的接头。
那这里非常重要的就是110伏特的电源呢，一定要做2组独立的安德森接头，因为我们在配电箱呢是分别接到不同2项的电源，所以如果你把来自配电箱的2条线合并成一个安德森接头的话呢，当你的总电源打开的时候呢，你的总开关会烧毁哦。最后呢，我们要另外做一个安德森接头给充电器使用。当我们拔掉逆变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充电器的接头插上去充电。那在这里呢，建议你采用220伏特的充电器，这样子充电效率呢会更高，那电流呢也会比较小。那停电时的操作呢，就是把总电源跟冷气的开关关闭，然后呢把逆变器的安德森接头接上。最后呢，把逆变器的电源打开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切换到备用电源，爽爽吹冷气喽。那我采用的逆变器呢，分别是2000瓦的110伏特逆变器，跟3000瓦的220伏特逆变器。以上呢都是我经过实际验证的接法跟采用的器材。那在这里呢，特别感谢深海王者的尤先生，在假日呢还帮我赶工制作线材。那大白的逆变器跟电池呢，也都是跟尤先生购买的。有需要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直接到虾皮搜寻深海王者。这里特别声明，这并不是业配文，所有的器材呢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。有任何疑问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希望这篇分享呢对你有帮助。那别忘了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